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那么下面这个小视频呢，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怎么样对这个车库门的表面、漆面进行一些处理，让它呈现出这种焕然一新的感觉。那么我身后的这个车库门呢，我前不久呢刚刚油漆过，大家可以看到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非常光亮。实际上这个车库门已经用了30多年，接近40年了，是很老的一个木质的这个车库门。那么说起车库门呢，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说车库门还需要保养吗？其实车库门实际上是面积是非常非常大的，基本上呢它是一个 house 的门面，所以呢一个保养很好的车库门，显然呢能够增加你 house 的 value 给人的观感。好，首先我说一下现在车库门这种材料的一些种类吧。那么车库门呢实际上有很多种种类，有塑料的，有铝的，还有铁的。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现代的感的这种车库门呢，它加了一些玻璃或者是 acrylic 的这种 panel， 增加采光。当然最传统的车库门呢还是这种木质的。木质呢分两种，一种呢是实木的，另外一种呢是那种压缩木的 composite。那么也有一种呢是这个框是实木的，那么中间的 panel 是压缩木的。实际上我这种车库门就是这种框是实木的，但这个中间的板呢是压缩木的。不同的材料呢，实际上有不同的保养方法。那么基本上现代的车库门呢，很多是用塑料的和铝的，或者是铁的。那么塑料的呢，基本上你不需要怎么保养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油漆。另外呢，塑料呢实际上也挺耐用的，只不过呢，塑料它容易老化，尤其是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基本上过了15年以后呢，它可能会变得比较脆，容易裂掉。铝的呢，现在如果是那种氧化铝做的一种材料的话呢，基本上你也不需要油漆，因为那个呢也是基本上是一次性，那个颜色就进去了。玻璃的也是你不用怎么管的，只要是它没有烂掉就可以了。但是铝的呢，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容易有凹陷。这种铝的车库门呢，这种 panel 呢，因为它一般的比较薄，所以呢，经常如果你碰到它一下，它可能会变形。那如果变形的地方多了呢，那就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好看了。铁的呢，也是非常耐用的，相对比铝的强度要稍微大一点。而且铁的呢，它也可以不同的颜色，铁的实际上是可以漆的，也可以换不同的颜色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铁呢，一般现在呢就是一种镀锌的这种铁，叫 galvanized steel。这种铁呢，一般呢它是防锈的。当然了，如果时间长了呢，这个镀锌层一旦开始脱落了，它实际上也是会锈蚀的，所以呢也是要注意防锈，然后尤其在这个车库门的下部分。Fiberglass 呢，也是最近会使用到的一种车库门的材料，相对贵一点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材料。另外，它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，也可以油漆，也可以不油漆。总之呢，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呢比较新的材料。那么木质的呢，还是更加传统的，可以说木质的应该还是最多的。当然，在处理这个车库门之前呢，有时候你不要光看表面，有的时候表面看上去都是一样的，即使是塑料的或者 fiberglass 的，那么你看上去有的甚至是铝的，你看上去呢，好像都一样，但所以你一定要确定你这个材料是什么，因为不同的材料呢有不同的保养的方法。木质的车库门呢，它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改变颜色，它的弱点呢就是。你需要保养，如果你不保养的话呢，它很容易受到那个潮气的这种侵蚀，它容易腐烂，尤其是下部分。不定期呢，还是需要做一些油漆啊这种工作。好，那个车库门油漆的选择，可以选择油质漆，也可以选择水质漆。一般来说呢，如果你选择一种漆呢，最好就是说，持续用这种漆，不要经常的转换。虽然水质漆呢可以在油质漆上面用，但是呢结合效果呢，就会打一些折扣。油质漆呢一般呢你上不了水质漆，如果水质漆已经漆完了，你再用油质漆，那么它很难漆得上去，所以这个呢是需要注意的。像我这个用的呢是水质漆，高光亮的水质漆。那么关于颜色的选择呢，基本上呢，
我建议呢要选择那种自然的颜色，就是说是自然界中你能够找到的这种颜色，而不要选一些太怪的颜色。而且呢，这个车库门呢，因为它的面积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一旦是选那些非常怪的颜色的话呢，那么实际上是很不美观的。有的时候有的人呢希望把这个车库门和自己的大门呢进行匹配，这个呢要看，因为这种house 的大门呢，有可能有些设计师会采用一些比较出位的颜色，例如说艳红色或者是天蓝色等等。那么像这种情况呢，你的车库门呢就未必要完全跟你的进门的大门的颜色完全一致。如果是非要一致的话，一个非常怪的颜色，例如说是大红色的话，这样的就会非常的扎眼，可能不是很好看。另外呢，要看你这个house 外观这个砖的颜色，如果砖是暖色调呢，你可以配暖色；如果是冷色调呢，你也可以配冷色。如果是同一个色系呢，这样相对来说呢，你的这个车库门呢就显得比较大。如果是对比比较强烈的色系，例如说你暖色的砖配冷色的这个车库门，冷色的砖配暖色的车库门，相对来说呢，它就会显得相对小一点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它的颜色，有的人喜欢搞那种 two tone 的，就是说，这个门是一个颜色，然后门框是一个颜色。那么我尽量建议大家避免这么做，因为那样呢，看上去会非常的怪，然后呢，这个车库门呢显得非常的小，不怎么大方。另外呢，这个车库门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这个油漆呢要选择光亮的，叫 gloss 的，不要选择那种哑光的或者是半光亮的，satin 或者是 semi gloss。光亮度呢比颜色其实更加重要。这种高光的车库门呢，给人的第一感觉呢就是非常新，而且质量非常好。现在越来越多的新房子呢，它采用vinyl 的车库门。vinyl 呢，因为成本也不贵，然后呢，保养起来也比较方便。那实际上也不需要保养。那么 vinyl 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它的颜色的选择非常非常的有限。在 vinyl 里面加颜色呢，成本非常贵。订窗户的时候就有这个。你去报价的时候，白色的窗户和有颜色的窗户那个差价是非常大的，有时候接近1倍。车库门同样是这样的。第一个呢，它颜色的选择非常少。第二个呢，最经济的选择就是白色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家的车库门呢，大部分可能接近50%都是白色的，就是这个原因。vinyl 不好的地方就是你不能给它改变颜色，你不能油漆，所以呢。如果你想要多一点颜色的选择的话，我觉得木质的车库门或者铁的，都是可以油漆的，这样呢就会相对更好一点。好，这个油漆的车库门呢，并不是说呢，你买了漆来以后就可以直接刷上去了。实际上在之前呢，还是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需要来完成。下面这个小视频呢，就跟大家分享，我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完成油漆这个车库门的。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是我之前的车库门的样子。这个呢，漆的颜色稍微有点浅，而且呢，我当时使用的漆不是这种 high gloss 的，所以呢，看上去这个颜色比较沉闷。这个呢已经有3、4年了。实际上在拍这段录像之前呢，我已经用小铲子呢把一些比较松动的漆呢去掉一些了。去之前呢，其实这个车库门的状态还是不错的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库门最下面的几个 panel 呢，破损是比较严重的，因为这里呢冬天非常容易积雪。好，我继续用这个小铲子呢，把这些松动的漆面把它取下来。任何油漆的工作都是这样，这些老的漆、松动的漆，你去掉的越多，你打磨的越多，那么你最后做出来的效果就越好。这个最下面的 panel 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实际上已经有点腐蚀了。这种中间的 panel 呢，实际上是一种压缩木，是碎木头用胶压制成的木板。有一些腐烂的部分，我把它尽量的去除掉。
然后我使用这种户外的 wood filler 把它尽量的填补起来。木头的车库门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它能够修复油漆完了以后呢，它又恢复到一种崭新的状态。如果是铝的或者是塑料的车库门，如果发生了变形或者开裂，那么就很难修复了。好，现在这些腻子已经差不多干了。那么下一步的工作呢，就是要打磨。由于这个中间的 panel 呢是立体的，所以呢，不太方便打磨，要用砂纸拿手一点一点的把它打磨出原有的形状。大家还可以看到，我之前的漆是更加深的颜色，后来我换了一个稍微浅色一点的漆。而这个漆脱落以后呢，你能够看到那么几年前我使用的漆的颜色。这个打磨呢是不嫌多的，只不过有的时候呢，嫌太麻烦了，所以有时候打磨也做得不太彻底。这些表面上看上去还比较好的漆面呢，也需要打磨一下，因为让这个漆面粗糙一些，能够方便新的漆的附着。我用这种打磨机继续的打磨。现在网上应该有一种工具叫做 paint stripper， 就是去掉漆面的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呢，也可以尝试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用到的漆。这种漆呢是高光亮度的，可以用在木头上，也可以用在金属上面。这种用在木头和金属上的漆呢，它比较稀薄，这样呢，涂上去呢才能够比较均匀，而不是像那种室内的干墙漆一样，它是厚厚的，形成一个薄膜。因为干墙呢，它不需要表面呢非常的光滑，而这种在木头或者是金属上的漆呢，表面的光滑是非常重要的。光滑呢也涉及到防水，越是光滑的表面呢，越不容易积水，而那些磕磕愣愣的表面呢，防水效果就非常堪忧了。好，这个呢是我刷完2遍以后的效果，大家可以看到呢还是有点花。刷这种漆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，因为它非常的稀薄，所以呢一次性不要刷得太厚。如果刷得太厚的话呢，在重力的作用下呢，它会流下来，形成一种泪滴，这样呢就很麻烦了。第2次刷的时候还要重新打磨，所以呢，不妨呢多刷几次，然后每一次呢刷的薄一点。我准备再刷2道，刷的时候呢要尽量顺着这个木头的纹路，这样呢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。实际上这个漆的覆盖效果呢一般般，但是呢它非常的光亮，而且呢它刷完以后呢显得非常自然。它不像室内用的那种乳胶漆，刷完以后呢就全部掩盖了这种木头的纹路，会显得比较假。我对这个漆的效果呢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基本上快完工了。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效果呢逐渐已经显现出来了，有一种乌木的感觉。好，现在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光亮的崭新的2扇车库门。我一般是2-3年做一次类似的保养，
有的时候可能改变颜色，有的时候也未必改变颜色。好，这一期的小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和启发。如果你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或者还没有订阅，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如果您喜欢这一期的视频，请给我一个 thumb up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